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洛杉矶核桃市的这个社区大学，它叫 Mount-SAIT。这个大学呢，好几万呢，2、3万好几万的大学生哈。那为什么来这个大学呢？就是因为很多的家长问我，留学生的医疗保险应该怎么买比较合适。那我呢，今天呢，请这个保险经纪人戴安娜，她来帮我介绍一下，因为她做保险已经10几年了，非常的有经验。大家来听她说一下。你好，领导，很高兴哈，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这个留学生的保险。前面先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社区大学。社区大学就是我们本地学生的走读的大学，不需要在这个大学里居住，所以比较省钱，只要交这个学分钱就好了。那第1年、第2年在这边走读，第3年、第4年再转到住宿学校，这样的费用会节省很多。你看，就在这栋大楼里面，就是我们这栋楼呢，现在是这个生物教学楼。今天刚好礼拜6，所以呢没有人，这样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学校的这个情况。对，那学生的医疗保险怎么买啊？学生医疗保险通常是这样的哈，在我们的这个学费里面，所以呢，作为家长来讲呢哈。他如果收到了这个学费通知呢，先要看一下，可能让你交5万块钱。这5万块钱的话呢，大约呢我们的学费可能占2万5到3万。第二类的话呢，就包括我们的餐费。这个餐费呢，包括9到11餐左右。这个餐费主要是自助餐。为什么不说1天3餐，1个礼拜21餐呢？因为是自助餐，学生一般不太会去吃那么多。剩下的那些没有交费的餐费呢，学生可以到小卖部或者外面餐馆里去购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第3个包括呢，就是住宿费。作为大一学生来讲，美国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住在校园。第4个就是我们的医疗保险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学费通常包括这4类。好的，那学生的医疗保险呢，都包括些什么种类？那它的覆盖范围又是什么？价格又怎么样呢？学生医疗保险购买的话呢，有大概3个大类。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跟我们学费走，如果收到账单以后交4万5万我们就交了。第2种的话呢，就是买本地的商业医疗保险。第3个呢，就是买叫做国际留学生的医疗保险。价格的话呢，本地的医疗保险是最贵的，国际留学生和学校的留学生保险相对会便宜一点。至于覆盖范围，这个我就要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学校购买的学生医疗保险呢，在我们学费里包括的话呢，它呢方便。为什么方便呢？因为我们买的这个保险可以直接在学校的医务室去看医生。如果今天我们踢球啊，摔了一跤啊，或者我感冒，我们直接到医务室去可以了，省时间也很方便。那么呢，不太方便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它主要是只管上学期间，我们寒假、暑假是不包括的。所以说你看，如果我们今天夏季的时候有3个月的放假，6月到9月。这3个月，如果我们的留学生不回中国去，在美国，他要出去旅游啊、自驾游啊，可要小心了，因为他是没有医疗保险来覆盖的。那这一块比较不太好。再一个的话呢，学生医疗保险呢，出了校园以后，去到社会上去看医生也是不是很方便的。这就是学校的购买医疗保险的优势和不太方便的地方。第2个的话呢，买本地医疗保险。本地医疗保险的话呢，价格偏高，但是呢，它是无上限可以保障。所谓无上限是什么呢？即使我们在购买保险时候有些病，那么我知道有些学生他本身要长期服用某种药，或者是说他需要经常看医生，那这种情况下购买本地的医疗保险最合适了。可以在本地最好的医院啊、名医啊去看医生，不需要担心说保险覆不覆盖，它只要可以买到就全部就可以覆盖，而且没有这个寒暑假的这个问题。再一个不太好，但是呢，本地医疗保险又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它不能到学校的医务室去看病。这样呀？对对。还如果说今天我在学校里摔了一跤，那我肚子痛，同学把我们抬到这个学校医务室，对不起，他不收。
我们需要到校园外去看本地的医生。那么不太熟悉这种医疗体系的话呢，可能学生会蒙圈。那他们在买的这种就是学校以外的这种社会上的医疗保险，他们也是要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吧？对对，是的，一定要有自己的家庭医科医生啊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可以说买叫做国际留学生医疗保险，它的优势是在哪里呢？它没有寒暑假之分，价格呢跟学校的医疗保险价格差不多，也可以呢在学校医务室去看病。所以说的话呢，学生一半的话，大概如果他比较了解，他会放弃学校提供的医疗保险，去买国际留学生保险。那价格怎么样呀？价格差不多。是吗？价格差不多，可是也是说到学校外面去看医生呢，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小麻烦。就是方便度不同，所以这大概就3种情况。所以作为家长来讲，第一次到海外留学的话呢，可以考量一下你们孩子的实际状况，来决定哪一类的国际留学生保险最适合你们的孩子。好的，医疗保险呢，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。那我们呢，刚好今天让大家顺便也参观一下这个学校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东西。你看这个什么？这是急救中心哈，emergency。如果我们呢，遇到紧急状况，我们手机没有电的情况下，我们只要按到这个小红点，就可以马上紧急呼救。所以说大概要了解一下哈，每个大学呢在入门的时候都会有这套设置的，很简单。那因为现在疫情嘛，所以说你看还有一个这个洗手液哈，这触屏式的洗手液马上就有。那我们上学时候呢，也不需要说要带水，因为呢，每一个公园啊、学校入口处都会有我们的饮水机，个子高的可以用这个，个子矮的可以用这个哈。那么大家呢，这个水大家放心，这个水是可以喝的，这个水是可以喝的哈，请放心。完了呢，在上面标志呢，这个电梯往那边。那个休息室是往那边哈，那个卫生间往那边。美国的教室的话呢，不像中国，它呢是全封闭的，它对教室外面是有窗户，但是不能打开的。24小时，1年365天是恒温，所以在这里面是很干净的。对，也很温暖。你看外面刚才有点冷，因为刚下过雨哈。是挺冷的，但是在这里头一进来就很舒服。对，美国的这个教学楼的话呢，它的门啊它是不锁上的，所以呢大家呢随时随地就可以进进出出。它什么门锁呢？它的这个教室门是锁的。你看呢，这是 Biology Lab， 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生物实验室，号码是1115，下面呢是这个小豆豆，就是盲人摸的，这都要规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这个门是锁上的，教室的门是锁上的，它的门都比较宽，就是没有歧视法，没有残疾人歧视法，他坐轮椅也是可以进去的。所以美国对残疾人是非常保护，楼梯啊、门啊、卫生间啊，它都要有可以残疾人无障碍进入。真的非常方便。你看大家知道这个板是什么吗？我们每一栋楼里面呢，每个系都会有这个看板，是生物系的，它主要是生物系一些通知会贴在这里上面，还有各个 club 就是社团，它有一些什么活动也会放在这里通知大家。那么呢，我们学生呢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。所以说的话呢，有时候我们这个新入学的学生，他对校园不是很熟悉的话呢，会遗漏一些重要的活动，所以经常到看板上面到这来看一看，同时也可以结交很多的新朋友。那么如果说实在是基于语言的原因，刚刚来美国，基于语言的原因的话呢，多看 email， 完了呢站在这里有事没事的话呢，可以跟当地的学生搭几句，这样的话呢就会比较这个可以活络在一起。我们亚洲学生呢，给这个本地的学生的概念就是说比较害羞你不爱讲话，是的，所以呢，所以说其实我们本地的学生很想跟我们的亚洲学生、中国学生聊天，但是呢，确实因为基于这个文化的不同嘛，亚洲学生是比较含蓄，所以千万不要含蓄啊。在美国的话，垃圾是要分类的，大家看一下哈。
这个蓝色的，还有灰色的。这个标志呢，大家一定要这个标志是一个圆圈圈，是表示是可以回收的。所以说的话呢，我们要养成习惯，我们的可乐瓶啊，有些塑料啊什么的，就要自觉的丢在这个里面。这个呢是这个生活垃圾，是灰色的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哈，养成我们这个保护环境的一个好习惯。哎，这里刚好有卫生间，那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卫生间哈，看一下这个卫生间卫生条件怎么样。看一下这个标志，你看这是残疾人标志，我前面介绍了哈，所以残疾人是无障碍。那么这是女生，如果我们不认识英文字没有关系，你看一个小人穿这个裙子啊，那我们现在开门，在任何的那个建筑物里面，我们的卫生间是不能够被锁上的，所以你看我们进来，非常干净哈，非常干净。那么呢，这个是洗手液。这个是洗手液，这个呢是这个纸，卫生纸哈。你看它这个纸的话，擦手纸它都有一节一节的。那我们弄完以后，洗完手擦完了，有些不愿意用纸，我们就放到这里来，就可以把它烘干，啊。那么呢，这边呢打开有热水、冷水都有的啊。所以说的话，你看干干净净的，每天呢会有管理人员来清洁。现在我们有几个吨位了，1、2、3，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门有窄的，有宽的，这个门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残疾人进来的，都是一样的哈。你看残疾人进来的，看一下哈，残疾人进来的话呢，它有这个扶手，便于呢这个轮椅进来以后，轮椅停到这边，我们在吨位在这里来抓这个扶手。所以任何的卫生间，有时候卫生间吨位不够，但是它一定要有残疾人可以用的东西，就是没有歧视。对，你看这个纸，就是坐便器上垫的纸，还有这个卫生纸哈。我们在这边，我们到哪里上卫生间是不需要带纸的。对，不需要。这个坐便器的话呢，千万不要蹲在这个上面哈，千万不要蹲在上面，蹲在上面会被歧视，而且当蹲在上面的时候，重量踩了以后，这个呢会垮掉的。会垮掉，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养成习惯，不要蹲在上面，拿这个卫生纸铺上去，它是溶于水的。所以在美国呢，有一个小窍门哈，告诉大家一个生活习惯，我们这个厕纸和这个呢是可以丢在里面的。为什么？它是水溶性，迅速会溶解，不会堵塞马桶的。所以我们亚洲人的家里呢都会有一个丢垃圾桶，丢厕纸垃圾桶。真正的美国白人到亚洲人家里会感觉很奇怪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他们的纸是可以丢在这里面溶解的，但是基于我们的这个习惯，生活习惯，塞进去会被堵住。对，就会弄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垃圾桶啊。对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呢，我们呢还有卫生巾。这是丢卫生巾的地方哈，要丢在这个里。卫生巾啊，这个厕纸是丢在这里，卫生巾要丢在这个地方，千万不要丢在这里，因为那个卫生巾就像我们的 baby 的那个纸尿片一样，它里面是不溶解的，就会堵住。对，这是2楼。对，这是2楼哈。那么我们很多学生呢，也可以从1楼到2楼呢，来走路上来，也可以坐电梯。那其实你看，只有2层楼都要有电梯，为什么呢？给残疾人的，所以残疾人出来以后呢，可以这是有一个坡，慢慢下来，可以到卫生间呐，可以到各个教室啊，都可以有的。对，这是2楼，格局都是一样的。对，这是2楼的活动宣传栏。Mount San Antonio College。成立于1946年，拥有良好的学术声誉。它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10所社区大学之中最大的一所学院，提供了优质的高评价的教育，吸引了近100多万学生的青睐。美国的社区大学申请门槛低，学费便宜，课程与4年制大学接轨。对于申请背景有短板的学生来说，社区大学是非常好的过渡。能够帮助国际学生顺利适应美国的学习生活。社区大学丰富的教育资源以及名校的合作关系，还能帮助学生转学至4年制大学获得本科学位。社区大学为美国本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学生满足基本的语言申请要求即可入读美国的社区大学，学习本科2年基础课程，毕业后就可以获得副学士学位。2年以后就可以转学到4年制的大学，完成学业后获得本科学士学位。社区大学的学费每学期大约在5000美元左右，是美国公立大学学费的1/3，是美国私立大学学费的1/4，可以为整个家庭节省1半的留学支出。学生申请时可以选择不提供托福和 SAT 成绩。入学后可进入 ESL 英语培训中心参加英语培训。学生只需通过社区大学的 ESL 测试就可以正式的入读大学课程。社区大学申请时间较为灵活，一般可以在9月或1月入学。部分社区大学可以随时申请，而且一般3至5个月就可以办理完全部的手续，为学生和家长节省大量的宝贵时间。社区大学也可以说是名校的跳板，多数社区大学和4年制大学签有转学协议，更有 TAG 项目可供学生选择。对于很难直接被名校录取的学生，选择社区大学是升入排名较高名校的理想捷径。社区大学适合什么样的学生呢？第一，以社大为跳板，之后转入加州大学各分校。第二，成绩达不到4年制大学申请标准。第三，想以社区大学为过渡，更好地适应美国高校学习生活。第四，没有足够的时间申请4年制大学。第五，经济条件一般，想要节省学费。第六，语言能力较弱，希望通过社大过渡。关于社区大学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。谢谢大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